装洋气就要遭洋罪，逼得张拿铁无路可退。很久以来了，我女儿翟奥达多少有一点嫌弃她弟弟有点土，她就开始潜移默化的试图改变张拿铁的气质。然后最近呢，翟奥达的好几个同学都去看了一场来自伦敦的歌剧，叫《歌剧魅影》，说特别好，很震撼。翟奥达就跟他爸说了，说咱们要全家一起去看《歌剧魅影》。大胖媳妇就同意了。哎，拿铁，我们要去看歌剧了！我们也去看歌剧。谁歌剧？歌剧是一种表演，还有一个故事，他会给你唱，要唱2个小时的。演员都是从英国来的，唱的都是英文，1000多一张票呢啊！真1000多，老贵了。我才1000多。能买奔驰了吧？咱花1000多听加拿大人唱2小时啊！咱是不是有病啊？咱们为了让张铁知道什么叫歌剧，翟奥达在家给他放了一段世界经典歌剧《卡门》。吓我一跳！10分钟后，这都唱多长时间了？啥玩意儿啊？这是？听歌剧的时候不能混。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因为我不听这玩意儿，我根本不困。看了卡门之后，张铁意识到自己对歌剧的感情就是纯恨，但他还不敢跟他姐说，所以他就去找他爸了，跟他爸说：“爸，你千万别给我买票，到时候你就说你忘买了，这样我就去不成了，行不，爸？我求你了。”他爸答应他了。到听歌剧那天，我跟大胖媳妇说，这么重要的场合，要不咱穿件大排上。他说那地方哪有大排档？我说不是大排档，是用大排档的钱买几件大牌衣服穿上。碰上唯品会搞超级大牌日，很多3折就能拿下，试了不合适还能顺丰上门面对面换。要出发了，大胖媳妇觉得自己老会演了，装出一副忘记买票追悔莫及的样子。I forgot to buy your ticket。张拿铁也很会演，演出了一种很遗憾的感觉。不遗憾呢，人我本来可是很想去的。爷俩以为这戏就演完了，没想到翟奥达是全世界最轴的女子，她认为这样对张拿铁非常不公平，掏出手机自己查，发现还有票，勒令他爸现在赶紧给张拿铁买票，把如此难得沐浴高雅艺术的机会还给张拿铁。拿铁，你可以去的啊，没事，爸爸没有买我票，没事，别害怕，没事，我别害羞，没事，我爸爸没有想去，没事，爸爸没有买我票，没事，爸爸没有买我票，我不去，爸爸没有买我票。最后张拿铁还是拗不过他姐，翟奥达逼着他爸现场买票，最后还是都去听歌剧了。果不其然，马上就睡着了。从歌剧院回家都是扛回来的。现在我们回家了，跟大家直播一下情况。是不出所料，张拿铁在第6分钟左右就开始睡觉。你们没睡吗？光我睡的吗？你也睡着了？根本没睡着，啥？你睡最香。你刚才要是没睡着，你能不录抖音吗？你呀。说件事儿，你们别不信。张拿铁最近主动提出要跟他爸全英文对话，张拿铁甚至都不让他爸跟他说中文，不相信吧？大胖媳妇最近见着谁就跟人炫耀这个事儿，别人都问我这是真的吗？拿铁英文现在这么好吗？我说张拿铁英文好不好这是后话，他禁止他爸跟他说中文倒是真事儿。因为啥呢？我给你们看看，你们就懂了。张拿铁说，阿姨说晚上吃水煮虾仁，他爸问张拿铁谁总杀人？哎，为什么总杀人？张拿铁说，姥姥说吃芒果烂脚丫子，他爸说，姥姥吃芒果为什么绊脚丫子？为什么姥姥吃芒果绊脚丫子？张拿铁说，姥爷来不了，姥爷犯痛风了。他爸说，谁掉粪坑了？妈说他犯痛风了。姥爷的饭店放空了。啊？谁说粪坑了呀？粪坑了呀？咋说呢？孩子心里苦，所以是张拿铁主动跟他爸说，爸，你不用跟我说汉语了，说英语就行。我还问大胖媳妇，那你俩互相能听懂吗？大胖媳妇说能啊，拿铁英语可好，沟通可顺畅了。今晚上张拿铁吃甜点的时候不想跟我分享，关于分享这个美德，我好好教育了他一番，他都听懂了。拿铁 is important to share, okay?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share. Okay. I ordered this dessert for you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and that makes you happy, right? I know. So I also appreciate if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because that shows you care about me too, right? Because sharing is caring, right? Of course. And Daddy. 大胖媳妇教育完，翟奥达问张拿铁，爸爸说啥了？张拿铁说，爸爸自己的吃完了就想吃我的。妈说他是大馋牙头，大馋牙头。我以前觉得大胖媳妇爱护你，现在发现他儿子也这样。我也护你，但皮肤不护你。最近秋冬换季干燥，胶原流失，脸容易垮。还好有 Olay 超红屏面霜，速生3大抗老蛋白，用完下颌线苹果肌法令纹明显提拉，这脸还能不嫩，双版本满足不同肤质不同季节。所以我觉得吧，我必须得戳破大胖媳妇关于张拿铁英语实际水平的这个幻觉。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我感觉拿铁心眼子挺多，他是在观察你的表情、你的情绪，猜你大概说了什么内容，然后做出相应回应。他其实啥也没听懂。大胖媳妇不信，我说那咱就做个小测试，你用最狠的表情说最好听的话，你看他什么反应。
Not yet. You're the best boy, you're smart, you're funny, and people like you, and Daddy's gonna buy all the chocolate around the world, okay? 春雨姐姐，咋了？这个糖是你的。啊？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所以你们明白张大铁的心路历程了吗？是因为他跟他爸俩永远一个城门楼子一个胯骨轴子，给孩子折磨完了。他宁愿在英语中滥竽充数，也不想在汉语中吭哧瘪肚。 Hey Nadia, how are you? Daddy's coming home from work now. I'll be back in about an hour. Yeah, And we're gonna play a game or something, maybe watch a show. of course, of course。你爸说啥呀？我不知道。那你没听懂，你为啥不问他呢？你要问他，你让他慢慢说。你说爸，你慢慢说，我没听懂，然后他再说一遍，你不就听懂了吗？哎，咱俩第一吧，怪自己的话，怪自己的话。 张大铁阴差阳错接了一部戏，别说作为男演员的他第一次进组，演技还不错，但是他非常的油腻，在剧组甚至人设崩塌。最近呢，我在整一个小短剧，有一场戏是我们的女主要做一个模仿秀，然后现场女主跟我说她这个模仿秀其实需要一个外国人跟她一起穿着东北大花来一个就是炸场，所以当时我们就急需一个外国人火速过来搭戏。选角导演一听傻眼了，外国人这大冷天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找那玩意儿去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就都投向了我。我说啊，我的确手上有一批现货，你们想要雪人啊，我可以随时让他来。但是制片主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跟拍短视频不一样，外国人不管参演什么形式的影视剧，都需要提前报批，不能说上就上。那你现在拿雪人去报批，咱等结果，那肯定来不及拍呀。我说那咋办呢？后来经历了我们严肃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只有2个解决方式：一，找一个中国人，但是长得非常像外国人。全华语区我们筛选了一遍，合适的只有费翔老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预算，觉得和费翔缘分还未到，那就只能是第2种方式，就是找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又有中国身份。全剧组都安静了，这上哪找去？10万火急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智者，我的婆婆温迪正好打来了电话。我说温迪，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聊天，我现在就需要找一个有中国身份也有外国长相的人，根本找不着。温迪听完这个描述，沉默了5秒钟，淡定的跟我说：“哦，我可怜的傻孩子，你一定是忙晕了吧？你找的这个全世界稀缺物种，难道不就是远在天边近在铁岭吗 ？Your son 拿铁章到现在连加拿大都去不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属于 riding a donkey to find a donkey 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呢，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孩儿却在客厅抠线裤。温迪姐我燃眉之急，我必须送她一份大礼。我准备了羽西人参面霜和眼霜，专为50+熟龄肌研制，足的长白山人参精华和西域圣女花，滋补成分帮她紧致提拉，养出好气色。羽西是护肤界的白月光，这次也给她一点小小的国货震撼。我就让我爸把张大铁带来拍戏，张大铁一听还不去，我爸给了一块绿豆糕。于是到了剧组，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张大铁，引发了剧组一定的骚乱呢。服化道都没人了，都去楼下玩张大铁去了。张大铁到了之后，发现自己平时在家被我批，被他爸批，被他姐批，而在这里，他居然是一个idol，瞬间油腻了起来。姐姐你好漂亮，有一个高吧。油腻的张大铁居然人设崩塌，人生第一次自己主动飙英文。我在楼上工作呢，就听楼下尖叫：“张大铁说英语了！”哎呀，他说英语了。张大铁，你刚才说啥？我听说你说英语了。来，你跟你妈说一句，快点的。你不加说话，你不加说话。